大家好，我是 Tim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，叫做《每天最重要的2小时》。这本书是关于如何提高自己的专注力和效率的，我觉得很有用，因为我常常遇到这些状况。我常常决定做一件事，刚开始做没多久就分心，没办法持续下去。比如说，我想要写这个影片的脚本，但是一打开电脑就被各种通知和讯息吸引，结果1个小时过去了，我还没写出一个字。另外，自己明明想要做很多事，学习新事物，突然空了2小时，却不知道怎么办，只能让时间白白流逝。这些问题你们有没有遇过呢？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想要改善自己的专注力和效率，那么你一定要看完这部影片，我会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的5个策略，希望能够帮助你们找到维持专注力。那废话不多说，就直接开始吧。第一个策略，辨识每个决定点。什么是决定点呢？举个例子，你决定休息过后开始工作，休息方式是看剧。当你连续看了1小时的剧，想要起来走一走，倒杯水或上个厕所，这时你会看剧的状态会暂时中断，这时状态转换的过程就叫做决定点。如果你比较难控制自己欲望，就会在倒完水之后继续回去看剧，那就导致看剧的状态将持续下去，时间也就这样继续花下去。那该怎么改善呢？当你离开座位去倒水时，先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决定点，稍微等你的思绪回复之后再想想，今天的哪一件事是最重要。透过这个步骤，你会更加清楚自己应该要去完成哪些事，同时也可以考虑当时的状态，看看当下的疲劳程度，或是在稍后的工作时段会需要用到怎样的心智资源等，帮助你决定在怎样的环境下完成工作。以我的例子举例，我常常会在工作到一个段落后打开 YouTube 看影片，一部接着一部看下去，就像是被影片控制心智一样，没办法停下来。其实可以在影片结束之后将影片暂停一下，用刚刚提到的步骤，先告诉自己这是个决定点，接着停下来想想接下来我应该做什么。当你清楚知道自己下一步后，要跳脱看影片的回圈就变得很容易。你一定要试试看，非常有效。第二个策略，管理心智能量。每个人都知道，早上是一个人精神最好的时候，随着时间推进，到晚上时精神则会消耗殆尽。精神在这本书中有个名字叫做心智能量，包含注意力、记忆力、判断力等认知功能的总和。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心智能量来完成各种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，但是心智能量并不是无限的，它会随着时间和使用而消耗和减弱，所以我们要学会如何节省和恢复我们的心智能量，让我们可以保持高效和清醒。那么，什么样的活动会消耗我们的心智能量呢？一些常见的原因包含，经常在不同事物间切换，从事社交活动，经营人脉或闲谈，久坐不规划事情或安排工作内容，追赶截止期限等等。既然心智能量是有限的，那我们就应该好好安排该如何使用，让它最大程度发挥效果。首先建议你早上完成当天最重要的工作，以免你的脑力被无数个小决定先消耗掉，特别是需要创造力、有趣或最具效益的工作。再来，可以看你当日的待办事项有哪些，先加以区分，标示为重要决定、创意或其他杂项等分类。安排后即可利用午餐后想睡觉的时间用来执行其他杂项，避免浪费心智能量最好的时段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在重要或忙碌日子的前一晚先决定隔天要做什么，让你隔天早上不用再花费心力思考整天的行程或待办清单。有时候我们真的感觉精神非常疲劳，没办法再思考和处理事情。书中也提供一些方法帮助我们恢复精神，我自己尝试过后也认为非常有效，推荐你尝试看看。这些方法包括： 1. 缓慢的进行几次深呼吸，呼吸能直接改变你的生理状态，我们的感觉一部分是来自生理状态的感知，所以呼吸也许能直接改变你的感觉。举例来说，心跳速度和呼吸速度有强烈的关联性，当你的呼吸速度愈快，你的心跳速度通常也就愈快。相反的，呼吸速度愈慢，心跳速度也愈慢，因此缓慢的进行深呼吸可以帮助你冷静下来。2. 小睡10分钟，
国外研究人员发现，小睡10分钟有助于减轻疲劳，改善人体的机灵度及各种认知功能，效益可维持大约2个半小时。小睡20分钟或30分钟，虽然也有助于恢复精神，但效益不如10分钟，因为在睡上20-30分钟之后，人们得花较长时间回神以开始显现效益，但效益不会超过2个半小时。第3个策略，停止对抗分心。如果你很难长时间专注在一件事，别担心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每个人都会这样。你需要做的是接受自己的分心，而不是抵抗它。当你发现自己的注意力被其他事物吸引时，不要生气或批评自己，而是用一个友善和宽容的态度。你可以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我现在有点分心，但这很正常，我可以稍后再处理这些事情。然后，你可以轻松地把注意力带回到原本的工作或学习上。为什么停止对抗分心会有用呢？因为当你对抗分心时，你其实是在增加自己的压力和焦虑。你会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够努力，不够有效率。这些负面的情绪会影响你的心情和动力，让你更难集中精神。相反的，当你放自己一马时，你其实是在减少自己的压力和焦虑。你会觉得自己很正常，很人性，很有弹性。这些正面的情绪会提升你的心情和动力，让你更容易集中精神。如果你真的想维持一段较长时间的专注力，你首先可以做的就是减少干扰，把手机调成勿扰模式，有在用电脑的话，也先把通知关掉。另外，如果你是在办公室里工作，可以将办公室的门关起来，减少噪音。这些简单动作就可以轻松帮助你比较容易维持专注力。第4个策略，妥善利用身心相关性。当你感觉身体健康、精力充沛时，你的思考也会更加敏锐和清晰。但是当你生病、受伤、饥饿或吃饱后昏昏欲睡时，你的脑袋就会变得浑浊和迟钝。简单的说，维持身体健康就能帮助你提升专注力。适量运动可以帮助你提升自制力和专注力。当你感觉精神不济或无法专注时，你可以走出办公室去活动一下。你可以轻松慢走一段时间，或是到楼梯间去上上下下爬楼梯10到20分钟。如果你常去的健身房就在附近，也可以去使用一下跑步机、飞轮健身车或某项你偏好的运动器材，运动个20-30分钟，试着流点汗，但别过度。再来，你要注意吃什么，怎么吃也会影响你的表现。不同的食物对大脑有不同的影响，例如碳水化合物，在摄取碳水化合物15分钟后，注意力获得改善，但在摄取碳水化合物1小时后，大脑的其他执行功能降低。蛋白质，高蛋白餐点会在1小时后提升记忆力。脂肪，对大脑执行功能有约3小时的注意效果。最后，你可以策略性的吃吃喝喝，让你的血糖和心情都保持稳定。可以试试这些方法。1. 早餐或午餐只吃一半，几小时后再吃剩下的一半，这样可以避免血糖的剧烈波动，也可以避免吃饱后的昏沉感。2. 你需要快速提神，高碳水化合物的点心，或许能够帮助你提高专注力，感觉良好，效果大约15分钟。若你需要处于巅峰心智状态的时间比这还要长，就应该避免吃高碳水化合物的餐点或零食。3. 别贪吃或误食碳水化合物过量的一餐，你的整份正餐或点心应该富含蛋白质和低升糖指数碳水化合物。4. 当你感觉疲倦或睡眠不足时，喝一杯含咖啡因的饮料，但要少量，别喝多于平常的量，并且让咖啡因有30分钟的时间产生充分效果。你可以在咖啡中加入奶油。脂肪也许有助使你的血糖浓度更稳定。第5个策略，打造最有益工作环境。这边将工作性质分为2种，生产性和创作性，各自介绍最有益的工作环境。首先是生产性的工作，你需要专心做一些复杂或困难的工作。你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，安静的环境可以让你减少分心，提高专注力和生产力。那么，如何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呢？这里有几个小技巧。1. 如果你有自己的办公室，请先把门关上。如果你没有个人专属的办公室，可以事先预留一间会议室，
或是找一个大致上没有噪音和其他潜在分心事物干扰的地方，一个清静、远离噪音干扰的地方，通常比较有利于生产力。2. 如果你们公司的办公桌是连在一起的，而且你必须待在那里，可以戴上抗噪耳机。如果有防噪音耳塞的话，也很不错，而且你还能随时带着。戴上抗噪耳机或耳塞，也许会让你看起来或感觉有点怪，但你可以变得更有生产力。3. 不要听音乐，也不要听谈话性节目，因为这些声音会干扰你的思考和记忆。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些背景声音来放松自己，可以选择一些没有歌词或人声的纯音乐。4. 如果你在家里工作，记得关掉电视。电视不仅会发出声音，还会吸引你的视线。如果你想要看电视，可以等到休息时间再看。再来是创作性工作，你需要发挥创意或想出新点子。这时候你需要一个光线适中的环境，光线对我们的工作表现有很大的影响。亮度适中的光线可以让你更放松和富有想象力。这里有2个小技巧。1. 把灯光调暗一点，或是找个比平时光线稍微暗一点的地方，这样可以让你的大脑进入一种更自由和开放的模式，有助于催生新点子。2. 可以放一些背景音乐，甚至可以考虑前往嘈杂的公司餐厅或附近的咖啡的座室，有一些声音对发挥创意是更有帮助的。最后，我要跟你分享一些通用的小技巧，可以让你的工作环境更舒适和有效率。1. 清理一下办公桌或办公室的杂乱堆。你可以在心智能量剩下不多，无法做更有生产力的工作时，例如某个下午时段或傍晚时分来做这件事。如果你没有时间做这类清理工作，就把杂乱堆移你视线之外的地方。2. 别在办公桌前坐太久。我们往往过于投入工作，所以当你想要站起时，就这么做吧，因为频率应该不会太过频繁。3. 可以考虑摆放一些植物或水景的相片或图画，但切记，在个人化你的工作空间时，千万别让你的办公桌增添杂乱。以上就是我在每天最重要的2小时中学习到的方法。想要知道更详细的内容，可以阅读原书，相信你也会有非常丰富的收获。最后，如果你还想看到更多有关保持专注力的技巧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，并且分享你今天学习到的知识。如果你认为这些知识对你很有帮助，或想学习更多有关自我成长的观念和方法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有关成长的信息了。你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祝福观看这部影片的每个人都能比昨天的自己更加提升，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进步，下次见。